很多想来日本移民的朋友啊，非常担心语言不通怎么办？其实啊，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日本的街头巷尾啊，处处都是汉字。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社长带你看日本。大家好，我是社长刘洋。说到来日本旅游啊，除了游览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体验充满日式风情的传统文化，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项目呢，那就是逛博物馆。根据日本文化厅的数据统计啊，全日本有着超过5700家博物馆，各种主题啊可谓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比如社长之前呢就带大家参观过方便面的博物馆，还有什么啤酒博物馆啊、铁道博物馆、棒球博物馆啊、泰迪熊博物馆、机器猫的博物馆啊，等等等等。而今天呢，社长要带大家去逛的就是位于京都指原在八坂神社的西门对面的汉字博物馆。汉简汉字博物馆图书馆。众所周知啊，日本的汉字是起源自中国，汉语和日语呢也是世界上现在唯2大量使用汉字的语言。按照史籍《日本书纪》的记载啊，公元5世纪，一些百济的佛教僧侣呢，将中国的经书带到了日本，汉字呢也就随之首次传入了日本。到了7世纪时啊，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先后向中国派遣了遣隋使和遣唐使，加之百济高句丽的灭亡呢，又有大量的渡来人移居日本列岛，从此啊，汉字在日本也就大量普及开来。如果你有看过日本古代的书籍或者文献啊，你就会惊奇的发现啊，竟然都能看懂，因为基本上写的全都是汉字。比如圣德太子呢，在公元604年所制定的日本首部成文法典17条宪法，就全是以汉字著成。第一句话就是啊，以和为贵，五武为宗。2016年6月29日，在京都指原开业的这家汉字博物馆呢，是日本第一间以汉字为主题的博物馆。它从甲骨文发展到打字机，回溯了汉字变迁的脉络。作为一间现代的博物馆啊，人们来到这里呢，不仅是用眼睛阅读枯燥的汉字，更能以各种体验性趣味游戏的方式感受汉字的魅力。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现在正在举行一场今年的汉字展的特别展览。什么是今年的汉字呢？从1995年开始，日本每年年底都会举办全国募集活动，由民众投票选出最能代表当年年度现象的一个汉字，然后在12月12日的汉字之日这一天，由京都清水寺的住持在清水寺现场写下公开票选的结果。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日本评选出的年度汉字是金字。为什么会是金字呢？走，我们进去看一看。这个就是清水寺住持当时写下的那个金字，看起来比电视上啊更加气势磅礴啊。那么为什么会选择金字呢？这其实跟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有很大的关系。在这届奥运会上啊，日本选手掀起了一股金牌风潮，日本也创纪录的以27枚金牌的成绩位居金牌榜的第3名，给疫情阴影笼罩下的日本带来了一丝光明。所以代表着金牌的金字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呢，日本在去年开始印刷新版的纸币，这是和金钱有关的金。再来啊，就是在疫情之中，日本政府发放的特别补助金引发了人们很大的关注，以及呢，王室的贞子公主下嫁平民，拒绝了王室支付的巨额嫁妆。这么一看啊，2021年的日本啊，还真的发生了不少和金相关的事件啊。这里还写了一些落选的汉字，投票数啊，排名第2的是这个轮字。这和奥运有关，因为日本人把奥运叫做5轮，就相当于中文里讲的这个5环。随后几个就很有意思了，你看这个什么乐啊、变啊、新啊、祥、西、奈、家病名节祸武力幸复古胜利。看得出来啊，日本人在疫情中都憋坏了，期许有一个快乐、光明的、充满希望的未来。除了去年的金字啊，这个展览还聚集了自1995年来26年间的所有年度汉字。社长现在就去看一看啊，从平成到令和的日本都发生了什么大事。2020年这个密字啊是简单明了，就是三密的密。什么是三密呢？2020年疫情发生的第1年啊，当时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将疫情专家的意见总结为严防三密。
即避免密闭、密集和密接。如今啊，严防塞密已经成为日本国民在疫情下的新的生活方式。社长注意到一个细节啊，这个年度汉字的装裱呢也很有意思，它的四周啊完全是结合这个汉字来设计的，每年都不一样。你看这个“密”字的周围啊，有很多这种大大小小的这种密集的圆挤在一起，形成了它这个装裱的这个框子。我们再来看一看2019年这个“令”字也很好理解啊。日本这一年呢，将年号从平成改成了令和。社长记得当时啊，这个新年号也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现在回头来看啊，它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最有文化底蕴的年号之一了。毕竟啊，令和是从古典名著《万叶集》中选出的2个汉字。据说啊，选出这个年号的专家学者呢，也希望借由这2个字，让现代日本人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知，可谓是用心良苦啊。2014年是税哦，这个社长感触可就太深了。因为社长刚来日本的时候，消费税是5%，然后呢，后来涨到了8%，现在已经是10%了。安倍想把这个通胀给造出来，提高了这个消费税，后来努力了好多年，结果来了疫情，一下全给打回去了。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啊，社长都很熟悉了。走，我们去看一看1995年首届年度汉字是什么。哦，原来是这个“震”字，也对啊，这年发生了最大的事情就是阪神大地震了。说到地震啊，这就关系到社长主业不动产了。很多客户来咨询时啊，都会问到防震耐震这一个问题。社长一直都说，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吸取教训的国家。日本每次发生大地震了之后啊，都会改进有关建筑结构方面的法律。可以这么说啊，日本现在的房屋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抗震能力，跟人们在地震中一次一次吸取教训，加强防震级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2003年是老虎的“虎”字，这一年啊，阪神老虎队时隔18年获得了职业联赛的胜利。棒球果然是日本的国民运动啊！只要看看关西人对阪神老虎队有多狂热，你就明白了。2005年是个“爱”字，很和平的一个字。这一年啊，日本国际博览会在爱知县举办，当时日本人的口号啊就是“爱地球博”。你看这个地方有写啊，日本的万博啊。下面还写了几个其他的原因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福原爱这个桌球选手，就是乒乓球选手，他在中国非常的活跃，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他，对吧？他的昵称呢就是爱酱，对吧？社长公司里边也有一个乒乓球的高手，也叫爱酱，是我们的财务负责人。从头到尾走了一圈啊，社长发现“金”字是当选率最高的一个字了，总共上榜4次，而且上榜的年份呢也很有规律啊。包括去年，另外3次是2000年、2012年和2016年，也都是举办奥运会的年份。看来日本人啊还是很有这个金牌执念的。那社长就很好奇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为什么没有选这个“金”字呢？我们再去看一看，这个就是2008年选出来的汉字是“变”字，解释的是啊，日本的总理大臣换了人。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奥巴马呢发表胜选的感言，我们需要变革。还有全球经济危机的变化、地球温暖化的气候变化等等等等。除了“金”字啊，“灾”字也上榜了2次，分别是2004年和2018年，都是在日本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的年份。2004年呢是新泻县的中越地震，2018年呢是北海道地震和西日本的暴雨。2011年是日本人刻骨铭心的灾难之年。311大地震啊，造成了上万人的伤亡，无数人流离失所。在这一年啊，这个“半”字获得了历史最高票。在灾难当中啊，日本人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牵绊、相互帮助、相互支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除了自然灾害啊，2018年还发生了一件重大社会事件，就是日本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 Coincheck 遭到了黑客攻击，导致呢相当于580亿日元的数字货币失窃，而且被非法的转移。选择这样的负面性质的汉字啊，可见日本人还是很有灾难和忧患意识的。
汉字博物馆的2楼展示厅啊，也有很多一边游戏一边认识汉字的装置。看看这个啊，这写满了鱼字这个偏旁的巨大的茶杯。我们在寿司店啊，好像经常能够看到同款杯子。那边还有一个模仿寿司店旋转寿司的一个屏幕啊，我们去看一下它是怎么玩的。好きなお寿司を取ってください。我应该是喜欢吃这个。哦。这个应该是什么？柚吧，这个。哎，正确啊！你看，哎，这个挺有意思。再玩一个啊，这个，蒙一个吧。对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像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肯定认识。海老就是大虾的意思。这个是乌贼。结果发表。なかなか良い得点ですね。金の皿を5枚集めて最高点調査しましょう。比吃寿司还有意思呢。这边有这个4字熟语，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成语了啊。一什么二什么，这底下有个图的注释啊，应该是一个小孩打鸟啊，一石二鸟应该是，我们看一下啊。哎，正确，一石二鸟。啊，看看这个是什么？以什么传什么？言わなくてもわかる，不用说就知道。以什么传什么不知道，看看啊。以心传心，哎，这个中文还真的没有哎。得意忘形吗？どんな問題？得意忘形吧。得意满面，得意满面。电光石火吗？我靠，还真有这个。还有一个玩法，也是4字成语的。クイズ始める。李路整然吧，李路，决定。哎，对了，再来一个啊。生き残るか、滅びるか、ギリギリの分かれ目。危急存亡，危急存亡，危急存亡，试试啊。哎，可以。这边有一个象形文字的一个小游戏，就是你的身体的各个器官，然后这边有象形文字，你贴过去，社长一下就看出来这个应该是眼睛，对吧？剩下的就很难分辨了。这个是哈多心，骨，这个是骨，应该是，是不是？很像吧？这个是眉吗？有眉吗？这个毛吗？哎，这个挺像耳朵，这个应该是舌头。是吧？这个应该是手，这个像足，对，这个是鼻。我就说这个像身嘛，这个像手，脖子。你真觉得像吗？不是，这有答案吗？翻过来吧，是不是？上面就写的。哦，要翻过来就是答案啊！我靠，手对不对啊？手，哎，眉毛，这是眉，这不是，这不是手。啊，这是，那这个它指的是脖子。对啊，那不像脖子呀。这个是错，现在全是错的啊。毁灭吧。行，可以了，差不多了。这个地方有意思啊，这是一个投影，我们按一下呢，它就会演变它的整个汉字的变化过程。比如说这个树，一开始是这样的，然后象形文字，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哎，就变成了今天的木。看一下马吧，马，一开始是一只马，哎，马就竖起来，站起来了，哎，就到了今天的马，太阳，太阳，哦，就变成了日，哎，有意思啊，做得很好。
这个地方有一个介绍啊，就是在中国诞生的汉字呢，主要是在朝鲜半岛、日本还有越南这3个地方活用，但实际上，目前用汉字的只有中国和日本了，韩国和朝鲜他们都去汉化。以前你看他那个首都叫汉城，后来叫首尔，他就是故意去汉化。其实这都是不自信的表现，包含那个越南也是一样，越南以前也用汉字，后来也都不用了。所以不得不佩服日本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民族真的很自信，就他把这个好的东西拿来用了以后，他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会有什么样的伤害，然后去汉化做这样愚蠢的行为啊，很厉害。这些都是生活道具的汉字们啊。抽屉上写的呢，都是一些生活中家具和物品的名字。拉开一个个小抽屉呢，都是制作精良的物品的模型。社长给你看一个啊，比如说这个，哎，打开之后呢，是这样一个小东西，是一个小筐，对吧？这个如雨露是什么东西？社长也不知道啊。打开看一下啊，如雨露。哦，原来这是一个花洒，就是浇花用的。哎，它也挺形象的，就像雨一样，像雨露一样，是吧？看到现在啊，社长有一个感慨，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因为整整的这个2楼啊，基本上都是各种各样的汉字游戏。我相信小朋友在来的时候呢，一定会非常开心，而且能学到东西。这个地方讲的是汉字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人又独创了一些汉字，根据自己的生活。你看这个“茨基”就是十字路口的意思，哈达拉克工作一个人，然后在这边拖地呢，是吧？工作哈达拉克，很多的汉字的词，他们创造了以后传到了中国，比如说物理啊、化学啊、数学啊，这些都是日本人创造的。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可以在这边自己创作一个汉字，然后挂在这个地方啊。你看人家的想法也很好，甘和豆在一起，他写的是chocolate，就是巧克力的意思，然后一个宝盖头加一个是在宅勤务，就在家里工作的意思。社长也给你创造一个啊，创造了一个字，读法呢就是牛肉面，牛肉面，这个字挺好吧？再创造一个，创造个啥呢？创造一个日中友好。社长今天创造了2个汉字，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用啊？一个日中友好，一个牛肉面。在博物馆的1楼啊，最大的看点呢，就是这个长达30米的汉字历史绘卷，里面介绍了汉字是如何诞生的，以及发展至今的历史脉络。这个上面写到啊，汉字的根源呢是古代中国刻在龟甲上用来占卜的甲骨文字。哦，你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巨大的乌龟壳吧，所以说是甲骨文嘛。刚刚社长进门的时候啊，还拿到了一个小手册，说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甲骨文的占卜。社长是基督徒就不体验了，让我的同事去体验一下。在这个地方给大家隆重介绍，这位同事就是上次画哆啦 A 梦那个甲骨文，然后给它刮开，很好的，你可以遇见美好的事物。汉字刚传入日本的时候啊，日本人选用了数十个汉字呢，用以表记音节。而后呢，他们又对这些汉字啊做了简化，就成了今天的平假名和片假名。最早的汉字表音啊，名为万叶假名，这是由于日本最古老的和歌诗集《万叶集》就是以万叶假名写成的。看这个地方啊，就有假名的之前的这个万叶假名，啊就是安啊，咔就是加，撒就是左啊，后边黑就是不啊，全都在这个地方。可能你还不明白什么是万叶假名啊，社长举个简单的例子，小时候我们学英语的时候，比如说 I love you。为了不忘记它怎么办呢？我们会写下自己自创的汉字音标，爱老虎油，或者说 Thank you 就是3颗油，对吧？而这个 I love you 在日本的万叶假名中啊，也被实实在在的写作成了这个爱罗无勇，这就是古日语的音标体系。在这里啊，汉字没有了字面的意思，完全只是用作来表示读音。还比如说日语里的星星的后西啊，它念作后西，对吧？万叶假名就写作宝丝2个字。类似的还有小草的这个草念库萨，然后呢就写成了久佐2个字。这个小游戏呢是把你的名字写出来，看一看万叶假名是怎么表示的啊。社长的名字叫刘洋，刘，
丽玉，有杨宇。社长的名字用万叶假名写就是这个样子，丽玉雨，全是雨，我靠！这个是我的同事的用万叶假名写的名字，你能反推出来他的真实名字吗？思无鱼思无。要说到汉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就是这个汉字5万字之塔了。从1楼一直延伸到2楼，高达7.8米，上面呢布满了大小各异、颜色不同的汉字，共有5万个，全都出自世界上最大的大汉和词典。蓝色的呢是日本小学生必须认识的字，黄色的呢是日本人常用的汉字，黄色这些哦。然后这个黑色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比较生僻了。看来生僻字比较多呀，满墙都是黑的。听说这里有一个很有人气的活动呢，就是从这5万个汉字里找到自己的名字啊。社长来发挥一下自己的检索能力，找刘洋。哇，这个太难了吧！5万字找刘洋，这怎么可能啊？但是杨肯定能找到，刘就不一定了。杨，我这个估计在2楼，1楼没有。终于找到了。参观完了汉字博物馆啊，社长最大的感受就是汉字真的是博大精深。汉字从诞生到如今，经历了超过3300年的历史，而它传入日本之后呢，也有1600年的历史。它至今仍然沿用着古老的表意文字体系，以笔画组成的方块字形，独立于世，智慧而美丽，古老而年轻。开馆5年来，汉字博物馆的参观者已经超过了40万人次，成为了京都的新观光地标。社长听工作人员讲啊，去年的《鬼灭之刃》爆火，因为这部动漫中登场的人物的名字和他们的必杀技的名字啊，很多都是比较难的汉字和成语。为了认字啊，很多动漫迷小朋友跑到汉字博物馆来认字了。为了配合他们呢，官方还策划了一些《鬼灭之刃》的主题活动呢。社长想啊，这正是这间汉字博物馆的意义，它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汉字的重要，同时也感受到汉字的魅力。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我是社长刘洋，我们下期再见。哎，你们觉得去年咱们中国的汉字应该还有哪些可以被选出来？隔离的隔，封城的封，内卷的卷，三胎的胎，缺线，缺电，缺粮，缺菜。如果说你觉得还有哪些汉字可以被选出来呢？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里告诉社长，好不好？